大家好，我是潇洒的人类。趁着今天天气好，我们一家人就出去转一圈。但是呢，很不顺，就是因为前几天天气不是很好，所以秦岭呢有很多峪口被封了。我们富裕萤火虫的那个库峪也封了，所以呢，我就顺着库峪继续往东走，拐到了汤峪。结果到了汤峪一看，人非常多，我只能顺着环山路一路往西走，一直走到了天子峪才让进。但是呢，走到了山口的时候还是不让进。我想天子峪旁边就是暴龙峪，我先去暴龙峪转一圈。当我走进峪口的那一刹那，我的心情突然间就变好了。刚刚进到暴龙峪口没多久，就遇到一位路人在摘果子。我老远看，我以为他在掏鸟窝。这个季节应该没有什么雏鸟。我正要上前去制止的时候，结果我也参与了进去。这个果子叫8月榨，就是8月份它会榨开，但是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城里没有卖的。每次我想吃这个果子，都是自己来山里摘。这个果子的籽儿不能吃。这两个果子很小，但是很甜，有点像椰子的味道，口感吃起来有点像香蕉。因为白天浪费了一天时间在路上，所以到了地方呢，已经是下午4点了。这个点儿萤火虫还没有出来，我们先去看看暴龙峪的瀑布吧。这个峪口据史料记载，暴龙峪原名叫暴林峪。这个名称最早出现于北宋文学家、史地家宋敏求《长安志》中。今天的暴龙峪译名实际出现的时间比较晚，和子午峪、天子峪一样。暴林峪之名从何而来，现在人也说不清。如今知道暴林峪的人不多，暴龙峪却是闻名遐迩。传说此峪与唐太宗李世民有关，可能距离天子峪比较近吧。在前面的视频里我介绍过天子峪，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去了解一下。据说李世民曾到过天子峪，长于魏子平。战乱时期为逃避追兵，宫女将他从暴龙峪中抱出，暴龙峪由此得名。但是在我个人看来，在这种没有记载的传说上面，只是为了满足村民的虚荣心而已。如果有哪位朋友知道这个上面写的什么字，或者是什么意思，请留言告诉我，我真的很好奇。我在网络上我也不知道该怎么查，所以如果你知道的话，请告诉我。暴龙峪的植被覆盖率几乎达到100%。除草木繁茂外，山果也十分丰富，山里有核桃、黑葡萄、五味子、板栗也不少。暴龙峪最有名的就是暴龙峪瀑布，又称龙王庙瀑布和石门子瀑布。暴龙峪到冬天人非常多，因为这个瀑布夏天看也就这样，但是到冬天它非常的壮观。这也是为什么暴龙峪冬天人很多的原因，都是来看冰瀑的。有关此瀑布也有一个久远的传说。相传在1000多年前，山间的羊肠小道上，一位宫女神色仓皇地抱着小王子至此，山崖间突然没有了路径，只见溪水顺势而下，聪明的宫女便让它顺水而漂，到达平缓之地，小王子竟毫发无损，因此当地人给这一个瀑布起名叫神龙瀑。水量较小时如绸如炼，雨水大的时候又如苍龙翻腾。瀑布隐于深山，周围地势险要，平日除驴友外几乎无人光顾。瀑布下有几个小庙，顺着一条小路爬上去，便到了庙跟前。其实我觉得这个地方夏天来玩还挺不错的，因为首先第一呢，它人不是很多，就是自然环境保护的很好。然后呢，夏天在瀑布下面还是非常凉快的。大家也可以看到瀑布下面坐了好多人在乘凉。而且这个峪口呢，离西安市市区也很近，到城里边应该就20多公里、30公里的路程，开车也很方便。路上其实很好走，上山的路也很好走。
很适合带孩子来玩，或者一家人一起出游。小心！从停车场到瀑布这个地方，走慢一点的话，大概路程也就是30到40分钟。老人的话也可以行走。这个店供的是太清，太清祖师应该是道德天尊，也就是我们说的太上老君。这个是真的，这个是道教太清的祖师。对。探身进去，这个是里面没有人。香案上供着玉皇大帝和龙王。玉皇大帝。据村干部讲，这庙是由村民自发而建，有好多年了。庙虽小，但知道的人不少。每年农历3月初8、6月初8和10月初8为庙会日，前来赶会的人可达上千。这边龙王殿。龙王。没吃过，录的大菜挺干净。对，录视频。我以前走过这边，就是从这儿能走过去，能穿过去。好。走吧。我把门打开，我就绕了一圈，从后门进去，把手关在里面。第一次见一个狗还是比较。好了，这时候看天色也不早了，我们准备下山，找一个地方蹲守萤火虫。在回去的路上，我发现一个之前我没有注意到的地方，就是这个验光洞。我决定过去看一看。但是这个时候天快黑了，感觉还挺瘆人的。但是儿子也想过去看一看，我也有着好奇心，所以我们就过去了。是吗？我能过去看看吗？可以。不会。是现代。这个是拜的地方。这个不能跪拜，因为咱们是有宗教的，咱们是伊斯兰教，咱们可以，咱们不进去，咱们不进去，有点拍的不太清楚，光线有点不太够。爸爸，我感觉那个地方是活的，看着。对，雕像最神奇的地方就在于有眼睛，它就在一直看着。走吧，我也有点意思了。从验光洞出来，往山底下走，下来天就快黑了。我该寻找萤火虫出没的地方。我看了看周围的环境，估计虫子也不会太多，我只能用光来引诱了。找了一处黑的地方，还真让我发现了几只。我发现在去年的时候呀，儿子对萤火虫还不是很感兴趣。结果今年呢，他看到了萤火虫，他非常激动，还让我给他讲一讲萤火虫的生活习惯和发光原理。当我给儿子介绍完萤火虫之后呢，儿子突然间问我说，为什么现在城市里面见不到萤火虫？我相信这个问题也有很多朋友会有困惑。其实呢，萤火虫不能在城市里面生活的主要原因是因为光污染。我是真的很希望大家能重视这一块。
但是似乎到现在人类也没有找到一个能和野生动物共同生存的一个平衡点。在看萤火虫的时候，突然间发现了一只竹羚，一眼就看到了，我突然间就手痒了。好了，一天就这么过去了。用我们家乡的话来介绍今天，就是又是日归到帮吹的一天。好了，今天就聊到这儿吧，我们改天见，拜拜。